当罗浮宫的警报响起，法国的一段历史也被一同带走。就像驴胖里的那一幕，这次主角不是怪盗，而是历史本身。2025年10月19日早上9点30分，窃贼潜入罗浮宫2楼的阿波罗画廊，在短短7分钟之内偷走了9件属于法国帝国与王室的珠宝，他们的估价至少8800万欧元，约31.7亿台币。但被偷走的从来不只有钱，而是历史。警方之后在追缉过程中，因为窃贼丢弃其中1件珠宝而成功地找回来了，但其他8件仍然下落不明。今天让我为你打开这个珠宝盒，一件一件告诉你它们是什么，属于谁，为什么这么重要。嗨，我是奎娜，这是你弄豆。今天我要带你回到帝国的年代，去听珠宝说爱的故事。罗浮宫这些被窃的珠宝跨越了法国3个不同的王朝，属于3位法国历史上的重要王后：7月王朝的玛丽阿梅丽、第1帝国的玛丽路易斯以及第2帝国的欧仁妮。首先遭窃的有3件来自同一套的王室珠宝，一组令人屏息的蓝宝石与钻石组合，它被称为玛丽阿梅丽王后与奥坦斯王后珠宝套件。这套蓝宝石珠宝诞生于19世纪初法兰西第1帝国的辉煌时期，那是一个以珠宝象征权力的时代。巴黎的金匠以极致工艺将蓝宝石的冷静与钻石的光芒编织成权力与爱情的象征。据传，这套珠宝最初属于约瑟芬皇后，也就是拿破仑一生的挚爱。1814年，约瑟芬去世后，珠宝传给了他的女儿奥坦斯，但此时帝国已经崩溃。1821年，流亡中的奥坦斯做出了痛苦的决定，将母亲的珠宝卖给了路易菲利普。从此，这套见证拿破仑帝国荣耀的蓝宝石成为了7月王朝王后玛丽阿梅丽的珍藏。失窃的王冠由5个角接元件组成，每个顶端皆镶有一颗巨大的锡兰蓝宝石。整顶王冠共使用24颗蓝宝石与1083颗钻石，全部镶嵌于黄金底座之上。它曾在19世纪中期被改制，可拆解为胸针使用。这不仅是珠宝，更是19世纪巴黎精工技艺的极致见证。每一个角节关节，每一道香爪都精准地近乎建筑，即使在今日的高倍放大镜下，仍能感受工匠的呼吸与节奏。接下来是整套蓝宝石组合的核心，玛丽阿梅丽王后与奥坦斯王后蓝宝石套件项链。这条项链被视为帝国珠宝艺术的高峰，它由8颗蓝宝石与631颗钻石组成，所有宝石皆镶嵌在黄金底座上。蓝宝石来自锡兰，也就是今日的斯里兰卡。最珍贵的是，它们从未经过加热处理，呈现出自然形成的冷蓝色光。这条项链的每一个链结都是角接设计，让整体能灵活贴合佩戴者的颈线。这样的设计在当时极为罕见，展现了巴黎珠宝对结构、
与佩戴感的极致追求。最后，我们来看这对极为罕见的蓝宝石耳环，是整个套件中最具女性气质的作品。这对耳环分为上下两段，上方是一颗小蓝宝石纽扣，周围环绕着细致的钻石光圈，下方则垂坠着一枚蓝宝石吊坠。黄金底座的镶嵌线条细腻到几乎看不见，这是巴黎精工的极致体现。从母亲到女儿，从帝国到王朝，从敌人到敌人，这套蓝宝石见证了一个世纪的荣耀与失落。奥坦斯以智慧与坚韧闻名，在帝国的阴影下，这些宝石陪他走过流亡与重生。之后，玛丽阿美丽王后成为这套珠宝的主人。她是一位在动荡中仍保持尊严与爱的女性。蓝宝石是忠诚的颜色，对她而言，珠宝不是权力，而是爱与信念的象征。最后，他将这些珠宝分赠给孙辈，象征家族延续的温柔传统。100多年后，这套珠宝在奥尔良家族后裔间传承至1985年，最后捐赠给罗浮宫，静静陈列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展厅，成为帝国荣耀与女性命运的见证，也持续闪耀在法国皇室的记忆里。接下来，在遗失的8件珠宝中，有2件是1810年41岁的拿破仑为了迎娶第2任妻子，当年18岁的维也纳公主玛丽路易斯而打造的珠宝。这套展现帝国荣耀与欧洲联盟象征的祖母绿套装珠宝，有一条项链与一对耳环，闪耀着帝国最动人的绿色光芒。拿破仑为了这场婚礼，委托宫廷珠宝商尼托打造了2套奢华首饰，一套是蛋白石，一套就是这一套祖母绿。尼托家族也就是后来的巴黎知名珠宝品牌双美。这条项链由黄金、祖母绿与钻石构成，共镶嵌32颗祖母绿与1138颗钻石，其中10颗为水滴形切割。10颗硕大的祖母绿交错排列，以棕榈叶图案连接，每片叶心都藏着一颗小祖母绿。中央那颗椭圆形祖母绿重达13.75克拉，经8面切割，让光影流动如呼吸。与项链相配的是一对祖母绿耳环，耳环由2部分组成，上方的纽扣型祖母绿与下方的水滴形吊坠被108颗钻石环绕。祖母绿是权力与妥协的颜色。拿破仑被流放后，玛丽路易斯便离开了他，并在离开巴黎时带走这套首饰。后来辗转传至托斯卡纳家族，直到1953年流入梵克雅堡。这场政治婚姻让拿破仑孤独之终。接下来，在罗浮宫的深处，曾有一顶属于帝国最后一位皇后的冠冕，珍珠与钻石交织的光芒，记录了权力与爱的终章。1853年，拿破仑3世迎娶年轻的欧仁妮，为了他命珠宝商打造这顶珍珠冠冕。冠冕由银、金箔、钻石与东方珍珠组成，7根小枝与8个盾形框饰交错，顶端是以水滴形珍珠，每个盾形框内藏有3颗珍珠与钻石的叶饰，7根小枝由3层珍珠堆叠，
繁复却和谐，象征皇后典雅的力量。212颗珍珠与1998颗钻石，近乎对称的结构，映照出第二帝国追求秩序与荣耀的精神。这顶冠冕与胸针一同制作，作为皇后嫁妆的一部分，象征纯洁、富足与王权。第二帝国崩溃后，冠冕被拍卖。1887年，皇室钻石在巴黎公开出售。之后，冠冕辗转流入欧洲贵族手中，最终于1992年由罗浮宫之友协会捐赠回法国。在珍珠与钻石的交错间，欧仁妮的故事仍在发光。权力曾衰败，美却永恒。再来，在罗浮宫珍藏的柜中，曾有一枚蝴蝶结，闪耀着欧仁妮皇后的光芒。它不只是珠宝，而是权力、女性与时间的象征。1855年，珠宝商在巴黎打造这件胸针，属于第二帝国最繁盛的时期，由钻石、银与金打造。蝴蝶结拥有2条环与折叠末端，流苏随着光影闪动。2条不等长饰带的末端是以钻石流苏，每一颗钻石随着动作而闪烁，仿若生命的律动。这枚胸针共镶嵌2438颗钻石，含196颗玫瑰切工，每一颗都为皇后的呼吸而闪烁。起初，它是皇后腰带的中心装饰，由超过4000颗宝石组成。在1855年万国博览会上亮相。欧仁妮曾在1855年接待维多利亚女王，1856年亲王受洗典礼上佩戴此腰带。1864年，皇后将它改为胸针，展现柔美与力量并存的姿态。1887年拍卖后，它辗转至欧洲与美国收藏家手中，最终于2008年回到罗浮宫。每一次闪耀都是一段历史的心跳。蝴蝶结不仅属于皇后，也属于所有渴望美与自由的灵魂。在罗浮宫的深处有一枚钻石胸针，它的名字充满了谜意——圣物。这不只是珠宝，更像是一场信仰与光的对话。1855年，珠宝师为欧仁妮皇后打造这枚胸针，属于第二帝国的荣光年代。胸针镶嵌94颗钻石，顶部是玫瑰花结，中央有2颗巨大钻石对称相依，下方悬挂水滴形钻石与3角明亮式切割钻石，底部再缀以卵形与桌形钻石，总共闪烁94道光芒。自1887年起，它被称为圣物胸针，名字刻在别针上，但内部并没有容纳圣物的空间。有学者认为，它被设计成可拆卸，原意可能是日后插入含圣物的中央元件。这与欧仁妮虔诚的信仰相呼应。背面雕有卷叶与花叶饰，连看不见的部分也以信仰的庄严雕琢。1887年拍卖后，这枚胸针被交给罗浮宫，成为国家收藏。它或许从未真正装过圣物，但在光中，我们看到信仰、艺术与时间的融合。每一颗宝石都藏着一个灵魂。祖母绿记得拿破仑给玛丽路易斯的承诺，那是帝国的荣耀，却不是爱情的温度。钻石记得欧仁妮陪伴拿破仑3世流亡的忠诚，那是真爱的重量，比任何宝石都沉。蓝宝石
记得奥坦斯从母亲约瑟芬手中继承的优雅，那是一个时代的余晖，在七月王朝的宫殿中暗淡。他们记录着女人被爱、被遗忘、被铭记的方式。如今，他们消失了，失去的不只是宝石，而是那个时代的浪漫与信念。戏剧偷走的是虚构的项链，现实偷走的是历史的心脏。也许美的价值不在于拥有，而在于它如何让我们记得爱曾经那么闪耀。这是 Ninon Dor， 每一颗珠宝都有灵魂，也有故事。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请订阅并按赞，这样就能让更多也喜欢珠宝的朋友们可以看见这支影片。最重要的是，请帮我分享给你同样喜欢珠宝的朋友。让我们继续倾听宝石之下那些被时间偷走的爱。我们下次见。